线材选用8股的手编粗毛线以及5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编起针，第一步钩织帽身的主体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35个锁针，锁针数是4的倍数加3针。如果需要增加尺寸，可以编织39个锁针；如果需要减小尺寸，可以编织31个锁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接着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1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长针。首先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。钩针上剩3根线，然后2根线并1针，循环2次。在下一个锁针上同样编织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。接着2根线并1针，循环2次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各编织一个长针，一共钩织32个长针。32个长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。钩针再次绕线，一次性穿过3个线圈。第一排结束，第二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开始的2个锁针相当于1个中长针，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在织物的正面由长针身体的后方穿过，将线带出。然后2根线并1针，循环2次，完成一个外钩长针。在第二个长针上同样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在第3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在织物的反面由长针身体的前方穿过，将线带出。然后2根线并1针，循环2次，完成一个内钩长针。在第4个长针上同样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我们按照2个外钩长针、2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8组花样。第8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侧边的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3排同样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开始的2个锁针相当于1个中长针，在2个内钩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2个长针。在2个外钩长针之间的空隙处同样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每2针之间各编织2个长针，一共钩织32个长针。32个长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的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4排继续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，在第2个长针上同样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在第3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在第4个长针上同样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与第2排的花样刚好相反，按照2个内钩长针、2个外钩长针的顺序，同样循环8组花样。第8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末端的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5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
在两个外钩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两个长针。在两个内钩长针之间的空隙处同样编织两个长针。与第3排的钩法相同，在每两针之间各编织两个长针，一共钩织32个长针。32个长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6排同样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我们按照第2排至第5排的顺序循环编织，每4排为一组花样，一直钩到第23排即可。帽身高度可以自行调整。第23排结束，接着编织第24排，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前面先正常编织，按照2个内钩长针、2个外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7组花样。第7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后面的2个长针上编织2个内钩中长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长针上编织2个外钩中长针。在最后的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。第25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在2个外钩中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2个短针。在2个内钩中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2个中长针。在2个外钩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正常编织，在每2针之间各编织2个长针，钩到另外一端即可。第25排结束，第26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前面先正常编织，按照2个外钩长针、2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7组花样。第7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2个中长针上编织2个外钩中长针。在后面的2个短针上编织一个2针并1针，最后编织一个引拔针，锁1针，将线剪断。第26排结束，这样完成帽身的前半部分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2个织片，接下来我们将织片拼接起来。首先在最后一排开始的锁针空隙处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在对应的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钩到另外一端，一共钩织32个短针。第32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再按顺序钩织36个短针。帽身的主体拼接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在织物底部钩织下摆的部分。首先在右侧最后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编织28个辫子针。
锁链完成之后，在织物左侧的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开始编织第一圈，首先锁3针作为一个长针，在第二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织物的底部一共钩织68个长针，然后在28个锁针上编织28个长针，第一圈一共钩织96个长针。第一圈长针完成之后，第二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第二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，在第三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第4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内钩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我们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48组花样。第2圈结束，后面第3圈至第5圈针数不变，同样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循环48组花样。第5圈结束，第6圈需要进行加针。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长针上增加1针，编织2个外钩长针。在接下来的5个长针上，按照一个内钩长针、一个外钩长针的顺序正常编织。第5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长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外钩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前面这7针的顺序，每隔5针增加1针，一共循环16组花样。第6圈结束，第7圈首先锁2针，在2个外钩长针上各编织1个外钩长针。在接下来的5个长针上，按照一个内钩长针、一个外钩长针的顺序正常编织。第5针结束，在2个外钩长针上各编织1个外钩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第7圈至第9圈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12个针目。第9圈结束，第10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扭转短针。首先将钩针穿过针目，将线带出，线圈稍微拉长一点。接着将线逆时针向右旋转1圈，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引拔钩出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针目各编织一个扭转短针，环形编织1圈即可。第10圈结束，这样完成下摆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在帽身的正面编织帽檐的部分。首先在右侧转角的位置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。在第一排侧面的空隙处编织1个长针，在第2排侧面的空隙处编织2个长针。
在第3排侧面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4排侧面的空隙处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1个长针、2个长针的顺序，在帽身的边缘一共钩织78个长针，然后在下摆的28个锁针上编织28个长针，第1圈一共钩织106个长针。后面第2圈和第3圈与下摆的钩法相同，按照1个外钩长针、1个内钩长针的顺序，循环53组花样。帽檐的部分钩好之后，整个帽子的主体就完成了。接着编织一条锁链作为绳子的部分，注意绳子利用双线钩织，我们将绳子穿到帽檐第2圈的空隙处。绳子的部分穿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制作毛线球的部分。毛线球制作好之后，将它固定到绳子的末端。现在我们这款冬季保暖帽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